大家好，我老牛啊。有群友跟老牛说做一下 SHF 和 ACT 对比一类的视频，说大伙儿都喜欢看这一类的视频，那老牛太想进步了，今天就满足一下大家吧。今天要对比的是2013年发售的 ACT 捷克与2018年发售的 SHF 捷克。我们先来看一下内容物，在大家的刻板印象中 ，ACT 的配件肯定是要更多的，但是对于这个捷克来说，这两款的内容物基本上是属于对等的这么一个状态。唯一差距比较大的呢是 ACT 附属了这个盾牌 ，SHF 虽然没有，但是附属了8分光轮，这个是 ACT 所没有的。另外就是在手型上 ，ACT 给到了一个剪刀手的手型，这个是用来还原泰罗第1集时候的场景的，其他奥特兄弟也都有。OK， 我们来看一下这两款的主体，左边是 SHF， 右边是 ACT。就外形而言，你会更倾向于哪一个呢？其实相当明显 ，SHF 是还原捷克 TV 里面的捷克 ，ACT 则是更偏向于平成时期捷克这么一个印象吧。而且本来 ACT 走的也就不是一个还原度的路线，所以说对比还原度的话，肯定是对 ACT 不太公平的。但是可以看到，像是胸口的花纹啊之类的 ，ACT 做的都比较扁平 ，SHF 的刻线会更加自然一些。不过这个胸灯 SHF 做的就太难看了，还是 ACT 做的好看一些。包括红灯也是的 ，ACT 的胸灯一直都是强项来的。我们可以看到 ACT 的花纹要么就是刻线太浅了，要么就是直接印上去的。这点来说，肯定是 SHF 的工艺要更加成熟。包括这个手镯的锐度，肯定是 SHF 要做的更好的。然后 ACT 背后会有系列一贯的支架插孔和披风插孔替换件，而且部分批次的产品会出现把玩过程中支架插孔非常容易脱落的问题。出现这种问题的时候，你还需要自备蓝丁胶，不然的话你的把玩体验就会非常折磨。然后我们来对比一下这两款的可动性，头部各个方向的可动性呢，都是 SHF 要更胜一筹。而且这个 ACT 的捷克还有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它和戴拿一样有个通病，它的脖子是根本转不动的，这个完全就属于设计上的问题了，真的非常影响把玩。手臂平台 SHF 刚好90度 ，ACT 会略少一些，手肘弯曲 ACT 会略胜一筹，胸腰向前的可动性 SHF 会更好，左右则是 ACT 更好，大腿的前踢、侧踢以及屈膝都差不太多，脚的左右接地性 ACT 要远好于 SHF。总的来说，这两款的可动性大差不差吧，但是 ACT 的头部设计扣分太多了。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两款的配件，先来看一下这个奥特十字枪，左边是 SHF 的，右边是 ACT 的，上面的图案会略有不同 ，ACT 会比 SHF 要更加紧凑。老牛看了一下剧中，貌似是 ACT 会更加还原，但是谁会在意这个啊？除此之外 ，ACT 会比 SHF 的大小要更大一些，毕竟这两款人偶的大小也不一样嘛。另外，老牛尝试给他们互换了一下配件，都能很好的握持。SHF 用 ACT 的看起来还是挺不错的 ，ACT 用 SHF 的配件就显得太小了。然后这个奥特长枪的配件的话，这两款是做的大差不差的。然后这两把长枪依然是可以互相通用的，只不过 SHF 拿了依然显长 ，ACT 拿了依然显短啊。然后是这个奥特火花的配件，大体上依然是差不多的 ，ACT 下面会多一点点红色的涂装，不过平时被握持住也看不到就是了。不过这个奥特火花的话 ，ACT 就握持不了 SHF 的了。然后这两款设计思路都是一样的，都有附属这么一款胳膊上没有手镯的替换件，但是把玩体验来说 ，SHF 要比 ACT 好了非常非常多，直接一拔就下来了，非常轻松。ACT 是需要带着整个球冠来进行更换，这样子一来是替换起来比较麻烦，二来是更换次数多了以后可能会导致整个球冠的连接变松，你正常替换手型插拔的时候也会导致球冠脱落。然后是斯派修姆光线的特效件，很明显上面是 SHF， 下面是 ACT， 毫无疑问还原度方面肯定是 SHF 赢了，但肯定是也会有很多人喜欢 ACT 这种有非常夸张表现力的特效件，喜欢哪个就看自己的喜好了。不过 ACT 这个是拿初代 2.0 的头模换色的，这就是这个他们唯一附属的不一样的配件了。觉得哪个附属的好还是看你们，老牛个人还是比较喜欢这个盾牌的，但是 ACT 的握持手只附属了一个呀，也就是说你拿这个盾牌就拿不了长枪了。但是 SHF 有一对握持手，而且 SHF 也能使用 ACT 的盾牌。好吧，我知道剧中只有一个手镯，还原不了双持的这么一个形态，但是这样玩起来真的很有意思，难道不是吗 ？OK 了，那么看完这期视频，你想买哪款？我想心里应该也有个数了。就这款捷克而言，老牛觉得 SHF 是要比 ACT 好上不少的，能买 SHF 就买 SHF 吧。当然 SHF 也不是款款都比 ACT 要好的，老牛这边就正好开这么一个对比的系列吧。各位如果喜欢看这么一个 SHF 和 ACT 对比的系列呢，点赞投币收藏，下一期测杀你们说了算。我老牛，咱们下期视频再见。